楚风与楚灵犀几乎同时穿越了那道阴阳之门，在穿越阴阳之门的一刹那，楚风眼前漆黑一片，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混沌空间。那一刻，他只觉得握在手中的阴阳命珠化作一股热能，钻入了自己的掌心之中。很快的，楚风的眼前涌现光芒，而楚灵犀就站在他的身旁。不仅是楚灵犀，楚若诗等人也都在不远处回头观望，还能看到那道阴阳之门。只是除了阴阳之门外，四周的景象已经不再是那片草原，这是一座大山之中，周围树木成片，远处山峰成群，所有的景物都是如此的美好，不仅令人心旷神怡，仿佛身在此处，连自己都变得神圣起来。这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感染众人。楚风等人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神之领域。就在这时，楚风注意到不远处的楚若诗等人身上都散发出了道道光华，而那光华来自于他们的一只手掌。此刻，楚风的身上也涌现出了光华，而楚风身上的光华可比那些人的要耀眼得多。楚风看向自己那先前握着阴阳命珠的掌心，这才发现阴阳命珠不见了，唯有一个日月模样的符咒印在自己的掌心之中。是那个符咒散发出了这道光华，护在了他的周身。事实上，不仅是楚风的身上闪耀着如此耀眼的光华，楚灵犀这个与楚风融合阴阳命珠的丫头，她的身上也闪烁着与楚风相同的光华。都说根据等级不同，阴阳命珠所能发挥的力量也是不同，不知真假。楚灵犀打量着自己周身的光华，笑眯眯地说道：“看得出来，对于接下来要经历的事，他充满了期待。”可就在这时，远处的山脉之中忽然出现了蓝色的雾气，那雾气有些诡异，就如同蓝色的气焰一般在升腾，可又如浪潮一般在涌动，几乎眨眼之间便淹没了数座山峰，自四面八方而现，直奔楚风等人而来。那个景象就如同是千军万马在向楚风等人发动围攻，是蓝焰沼气，若是被他接触到，灵魂都要被焚烧殆尽的。看到那蓝焰沼气，许多人都是目露恐慌之色。慌什么？咱们可是有灭焰珠的。楚若诗说话间取出了之前唤醒的灭焰珠，这一刻，在场的人们也都拿出了他们之前唤醒的灭焰珠。只是哪怕灭焰珠握在手中，大部分人还是一脸的恐慌，他们并不能确定这灭焰珠是否有效。可假如这灭焰珠无效呢？那他们可就要倒大霉了。而就在这时，那蓝焰沼气已然靠近，宛如成群的虎豹向楚风等人吞噬而来。这一刻，许多人吓瑟瑟发抖，但是那来势凶猛的蓝色沼气却在距离楚风等人10米之外停了下来。看得出来，那蓝色沼气还在努力地向楚风等人挺进，就像是有着深仇大恨一般，想要吞噬楚风等人。可是却又仿佛有着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下了那蓝焰沼气。楚风试着离开了人群，独自一人向蓝焰沼气挺进。他发现，哪怕他走出人群，进入蓝焰沼气之中，蓝焰沼气也始终会与他保持10米左右的距离，无法靠近。有用，这灭焰珠果然有用，我们安全了。这蓝焰沼气伤不到我们。人们明白楚风是在测试，而楚风测试的结果也很是明显。他们眼见着灭焰珠有效，那悬着的心也总算是落下了不少。只是这蓝焰沼气似乎没有退去的迹象，有他在，我们的可是距离也太短了，这会大大影响我们寻找宝物的进度啊！是啊，这可恶的蓝焰沼气，早不出晚不出，怎么偏偏在阴阳之门开启的时候出现？尽管凭借灭焰珠躲过一劫，可是这蓝焰沼气仍是人们眼前最大的难题。楚风，大家都急得火烧眉头了，你怎么还是一脸平静？你这个家伙到底是心理素质强大，还是根本就没长心啊？楚灵犀眨巴着大眼睛，满是疑问地看着楚风。而这一刻，人们也是注意到，连楚若诗都眉头紧皱的时候，这楚风当真是一脸的淡然，就仿佛他置身事外，此处的困境与他无关一般。修武者的世界向来是危险与机遇成正比的，越危险的情况便有越大的机遇。这蓝焰沼气给我们造成如此大的麻烦，我倒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搞不好还是一件好事。楚风说道。而就在楚风话音落下之际，楚风头顶的蓝焰沼气深处竟然出现了道道光芒，那光芒很是诡异。明明蓝焰沼气出现之后，周围的景物都被彻底掩盖，可是那光芒却是非常的清晰，光芒越来越多，就如同星辰一般，出现在了楚风等人的上方。那宛如星辰一般的光华相互交错，美丽至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乃是一座阵法图，那是阴阳阵法图。此刻有人惊呼出声，当真是阴阳阵法图。而那位此话一出，许多人都是面露担忧之色。不会错了，这的确是阴阳阵法图。楚若诗给了大家肯定的答复。这也太倒霉了吧！看到那阴阳阵法图，许多人面露绝望之色。灵犀妹妹，这阴阳阵法图有何寓意？楚风对楚灵犀问道。阴阳阵法图其中蕴含着阴阳之门内最大之宝藏所在位置，只要破解此阵，便可寻得宝藏所在之地。楚灵犀说道。这不是好事吗？为何大家不喜反忧？楚风问道。因为这阴阳阵法图出现后，阴阳之门内的其他宝物都会消失，除非破开这阴阳阵法图，找到此处最大的宝藏，否则将一无所获。而目前为止，这阴阳阵法图曾出现过多次，但却根本没有人能够破开这阴阳阵法图，因为它与戒灵之术无关，与修武之法也无关，简直就是一个不可破解之迷局。楚灵犀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终于知道为何大家如此苦恼了。楚风弟弟，看来这次你错了，伴随蓝焰沼气而来的并非更大的机遇，而是更大的灾难。楚若诗说道。他这话说的虽然平淡，但却有着几分讥讽之意。那可未必。楚风淡淡一笑。未必，那阴阳阵法图就在头顶之上，有他在，我们什么都找不到，注定要空手而归。楚若诗说道。可是只要破开这阴阳阵法图，不就可以得到此处最大的宝藏了？
楚风说道：“这阵法图，历代前辈都无能为力，你觉得你能破开？”楚若诗问道：“不能保证，但可以一试。”楚风此话一出，人们皆是神色一变，就如同看到了希望一般。虽说楚风此话说的有所保留，但是人们在楚风看到的却分明是绝对的自信。楚风弟弟，你有几成把握？楚若诗问道。8成吧。楚风说道。8成？你可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啊！然而楚风此话一说，却立即引来了楚浩言与楚环宇的讥讽。可能是因为打心眼里反感楚风，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觉得楚风能够破开这阴阳阵法图。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楚风所说的8成仍是有所保留的。若非要说的话，楚风至少有9成把握可以破开这阴阳阵法图。不过楚风并没有与他们过多的解释，而是分别看了楚浩言与楚环宇一眼道：“你们若不想一无所获的话，最好闭上你们的嘴巴，莫要打扰我寻找解毒之法与破阵之法。”你这家伙竟敢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你以为你是谁？楚风这样一说，顿时激起了楚浩言与楚环宇的怒意。可是他们话还未说完，楚若诗便开口了：“2位，你们进入此处，应该都是奔着增进修为而来。眼下的情况近乎死局，楚风弟弟是唯一能破死局者，你们就不要捣乱了。楚若诗，你也知道，这阴阳阵法图与戒灵之术无关，与修武之法无关。历代那么多前辈都无法破开这阴阳阵法图，你真的觉得他楚风能破的开这阴阳阵法图？”楚浩言很是不爽地问道：“能否破开是一回事，可是至少此刻我们之中唯有楚风弟弟一人敢去破这阴阳阵法图。”楚若诗说道。听得此话，楚浩言眉头一皱，可是很快他又神色一变，他似乎悟了。楚风自打回到楚氏天族，就风头尽出，几乎做到了他们所做不到的所有事。可是这阴阳阵法图的难度却是非常之高，该怎么解读它都没人知晓，就更别说要怎么破解它了。若是他们放任楚风出手，楚风也多半徒劳无功。那样一来，其实他们并不会损失什么，可是楚风的锐气则将受挫，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将下降。所以他倒也是不再多说，而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楚环宇也是如此，眼下所有人都不愿打扰楚风，一时之间这片天地安静得很。楚风也是得以专注地思考起来。没错，若想破解这阴阳阵法图，思考最为重要，只要思考出解毒之法，自会寻出破阵之法。而楚风这一看便是一个时辰，在此期间楚风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未曾眨过一下，真的就如同石化了一般，凝望着上空。楚若诗，你也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这楚风机会，只是一个时辰过去，他却毫无头绪。依我看，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破解这阴阳阵法。一个时辰之后，楚浩言终于按耐不住，开始伺机挖苦楚风。看来有人非常希望我失败呢。可是楚浩言话音刚落，许久未动的楚风却忽然动了。只是我怕是又要让你失望了。楚风看着楚浩言说道：“楚风弟弟，莫非你找到了解读这阴阳阵法图的方法？”楚若诗赶忙问道：“我已经知道该如何破解这阴阳阵法图。”楚风说道：“楚风弟弟，此话当真？”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楚若诗，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目露期待之色。我接下来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关系到能否成功解开这阴阳阵法图，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牢记我所说的话，因为若想破此阵，我们在场的每个人必须联手才行。”楚风说道。随后，楚风便当着众人面说出了破解阴阳阵法图的方法。其实，楚风所说的方法是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下达了指令，给他们分布了任务。简单的说，这阴阳阵法图就是为在场的小辈所设计，所以若想破解这阴阳阵法图，就必须每个人都参与到其中才行。而对于楚风所说的话，其实人们也都是半信半疑，尤其是楚浩言与楚环宇，起初更是不屑于听命于楚风的指令，只是奈何他们也都想得到此处的宝藏，哪怕是半信半疑，碰碰运气，他们也想碰上一遭。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倒是真的按照楚风的指示，乖乖的去做了。当人们离开之后，楚风却是并未离开，他盘膝坐下，凭借武力与结界之力两种力量交织而成，布置一阵。这阵似是一个世界，可是这世界内却是空空如也。但是很快的，这世界内便闪烁出光华，成了。蛋蛋，看到没？我所解读出的破阵之法有效。楚风甚是喜悦，哪怕只是预料之中。可是当真的成功之后，仍是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楚风所布阵法内不断的有光华浮现，而没有一道光华涌现，便说明有一个人成功的完成了他所布置的任务。最终所有人都完成了楚风所布置的任务，并且很快的，人们也都回到了此处。楚风弟弟，你说的竟是真的，按照你所说的方向前行，按照你所说的方法召唤，我竟然真的寻得这面旗子。当人们回来后，大部分人都是兴奋的，并且他们手中还都举着一面宛如光芒凝聚而成的旗子。那旗子虽然不大，却是灵性十足，宛如能够指挥万物。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手中都有这面旗子，如楚环宇、楚浩言，包括楚若诗、楚志渊，他们归来的时候手中并没有旗子，乃是空手而归。麻烦大家把你们手中的旗子全部交给我，唯有将旗子融入阵法之内，才能寻得宝藏所在之的。楚风开口说道。他这一开口，大部分人都并未犹豫，便将手中的旗子交给了楚风。而楚风催动手中阵法，那旗子便被吸入阵法之内。只是仍有一小部分人没有将自己的旗子交出来。别藏了，我知道你们也都有，交出来吧。楚风看着楚若诗、楚环宇等人说道。哼，我们为什么要交给你？万一把这些都交给了你，你丢下我们独自去找宝藏怎么办？楚浩言问道。而他此话一出，许多人都是目露担忧之色，尤其是那些已经将旗子交给楚风的人，他们是真的害怕。如楚浩言所说，楚风独吞宝藏，我楚风绝对不会私吞宝藏。只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宝藏所得多少，
要看各自天分，这是我从那阴阳阵法图内所解读出来的。当然，不管你们到底能偶得到多少，我都会把你们所有人带到宝藏所在之地，但前提是你们必须将所得棋子交给我，缺一不可。楚风说道。哼，鬼才信你！楚怀宇冷哼道。我想你们能够搞清楚一点，若不是我，你们连那棋子都找不到。现在我希望你们能配合我。楚风说道。哼，若不是我们，你也休想找到那宝藏。说到底，你也只是利用我们而已。楚浩言说道。看来是我话说的不够清楚。既然如此，那我换个说法。话到此处，原本盘坐在地的楚风缓缓站起身来，扫视众人。诸位，我楚风并不是在与你们商量，我希望你们能配合我，否则怎样？楚浩言问道。呵，楚风先是淡淡一笑，随后说道。休怪我楚风不客气。楚风说此话的时候，脸上的和善早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毋庸置疑的决断与冷漠无比的凶狠。楚风，你这是在威胁我们？楚浩言冷声问道。与此同时，楚桓宇，包括楚若诗和楚志渊，以及一小部分没有拿出旗子的人，脸上也都或多或少的涌现出了不悦的神情。我只是想帮助你们得到此处的宝藏，获得修炼的机会，只不过这是强制性的，因为哪怕你不想得到此处的宝藏，不想获得修炼的机会，可是我楚风却也还想，所以你说我是威胁你，我也并不否认，因为你们的旗子必须交给我。楚风说道。楚风弟弟，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有些过分了吗？就在此刻，楚若诗忽然站了出来。过分吗？若不是我，你们有机会得到旗子吗？若不是我，你们能破开那阴阳阵法图吗？现在我助你们破开阵法，得到旗子，即将得到宝藏，即将获得修炼机会，你们却又对我百般质疑，究竟是谁过分？好了，找到宝藏也需要一定时间，我楚风懒得与你们废话，你们速速拿出旗子，否则我便只能自己去取了。楚风说此话的时候，意念一动，一道界灵大门便在其身前打开，而当界灵大门打开之后，一道身影也是从中走出，此人正是女王大人，你们最好乖乖配合，因为本女王可不像楚风那么好说话。女王大人笑着说道，她笑得很美，可是此刻楚氏天族的在场的所有小辈都能够感受到女王大人那绝美笑容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杀机。楚风，你真的以为你在小辈之中已是天下无敌不成？竟敢这般狂妄！此刻楚若诗也终于露出了刁钻的面容，可楚若诗话音刚落，女王大人的体内便释放出了磅礴的暗黑色气焰，那暗黑色气焰一出现，便立刻覆盖了这方天地，几乎视线可及之处都被这暗黑色的气焰所充值，并且这暗黑色的气焰还散发着寒冷彻骨的杀意，简直比那蓝焰沼气还要恐怖得多。当那暗黑色气焰出现之后，许多人都是吓得冷汗连连，那些将旗子藏起来的人更是立刻将旗子取出，递到了楚风身前，并且好话说尽，生怕楚风难为他们。倒也并非他们胆小怕事，若是真的那么胆小，他们也不会在一开始将旗子藏起来。眼下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因为女王大人所散发的气息，的确是让他们感到了致命的威胁。他们并非楚若诗、楚桓宇和楚浩言，没有那么强硬的背景，在实力不如楚风的情况下，在这被封闭的阴阳之门内，他们真的不敢违背如此强大的楚风，所以眼下便唯有楚若诗、楚浩言、楚桓宇以及楚志渊还未将他们手中的旗子交出来了。你们是非要逼着本女王出手吗？女王大人将那寒芒四射的目光投向了楚若诗等人。枪！就在这时，一道红光闪过，楚若诗的手中出现了一把火红式的长鞭，那长鞭一经出现，竟然释放出了火焰，火焰缠绕着长鞭，释放着宛如可以焚烧一切的热浪。那是一件半成仙兵，力量非常之强，乃是半成仙兵中的极品。然而楚若诗的手段绝非如此，几乎在亮出半成仙兵的那一刻，他的额头之上还出现了一个由雷霆凝聚的天字，天级雷纹。当天级雷纹出现之后，楚若诗的修为更是从8品真仙提升到了9品真仙的地步。楚若诗这一出手，几乎就施展出了全力，而那真仙巅峰的实力更是搅动的风云变幻。尤其是在这一处被蓝焰沼气封锁，可是范围极端的区域，他所搅动的气势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升华，甚至大有盖过女王大人那暗黑色气焰的势头。此一刻，楚浩言与楚桓宇等一小部分人悄悄地站在了楚若诗的身后，他们就像是找到了靠山一般。这也难怪，毕竟这是楚若诗啊。虽说女王大人拥有可怕的逆天战力，楚浩言在他面前并没有还手之力，可是面对如此强横的楚若诗，他们却并不觉得女王大人可以获胜。他们怀揣着一种侥幸心理，若是楚若诗能够胜过女王大人，那么他们今日便可以不受楚风威胁。楚风弟弟，我劝你做人留一线，莫要把事做绝，否则就别怪我不念同族的情分。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气势压制了女王大人，此刻楚若诗的态度也是变得更加冷漠起来，就仿佛他才是此处的王者，已然主宰一切。楚风若是听他的也就罢了，若是不听他的，那就休怪他无情。可就在楚若诗话音刚落之际，那覆盖上空的暗黑色气焰便如同一只巨兽张开了大嘴，带着那尖锐的獠牙向楚若诗冲击而去，想要将他一口吞下。女王大人出手了，并且速度是如此之快，在这狭窄的空间之内，几乎不给人们反应的时间。可是楚若诗终究是妖孽榜第2的存在，是楚氏天族当今小辈之中除了楚青之外的最强者，所以他的反应也是极快。几乎在女王大人出手的那一刻，他手中的半成仙兵便挥动起来，一时之间火焰萦绕，那掌边之中竟然释放出一条火龙，喉龙怒吼连连，直奔着那自头顶落下的暗黑气焰冲击而去。那个架势分明就是要一决高低，可是只听一声巨响传来，那暗黑气焰已然从天而降，落在大地之上，一时之间黑炎翻腾，周遭的许多人
都是被强大的涟漪吹得倒退连连。此一刻，莫说将那火龙吞噬，就连楚若诗等人也是被那暗黑气焰所吞噬。不过，几乎在击中楚若诗等人之后，那暗黑气焰便开始退散。而当那暗黑色气焰退散之际，楚若诗以及楚浩言等4人也终于是浮现而出。当看到此刻的楚若诗等人，那些围观的小辈们皆是神色一动，因为楚若诗等人不仅倒卧于地，且所有人都是脸色苍白，嘴角还有鲜血在不断的溢出，就像是受到了重创一般。这一刻，楚氏天族的小辈皆是满面惊慌。楚若诗好歹也是8品真仙，实力可是要比楚浩言强出足足1品的，可是在女王大人面前，竟然只是一击便被击溃，这差距不可谓不大。而最重要的是，这女王大人出手也太狠辣了，不仅击溃了楚若诗，就连站在楚若诗身后的楚浩言、楚怀宇、楚志渊3人也同时被击伤了。但最可怕的是，人们很清楚，女王大人其实是手下留情了，否则此刻的楚若诗4人绝对不只是负伤这么简单，而是早已命丧黄泉。楚风袖子一扬，几颗疗伤丹药飞向了楚若诗等人，不必。然而楚若诗等人并未接受，而是各自取出疗伤丹药吞入口中。虽说他们此刻表面上看的确是有些惨不忍睹，但实际上只是小伤势而已，对于他们这种修为的人来说并无大碍。疗伤丹药服入之后，他们的伤势很快好转，就连气息也是恢复。你们是非要逼我亲自将旗子拿过来吗？楚风问道。楚风，今日我就索性信你一次，希望你能言而有信，勿要独吞宝物。楚若诗起身后倒是没有与楚风纠缠，反而是直接将旗子取出丢向了楚风。而在楚若诗取出旗子后，楚浩言以及楚桓宇还有楚志渊也是纷纷取出旗子递给了楚风。虽然他们最终还是将旗子交给了楚风，可是他们的脸上却依旧是极为的不爽，尤其是楚若诗，他对楚风的敌意终于是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但是对于他们4个的敌意，楚风其实早就知晓，所以根本就没有感到意外，也丝毫的不在乎。收到这4个人的旗子之后，楚风手中的大阵终于得以完整。此刻那大阵光华变得更为璀璨，但是其中却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眼下这座大阵就宛如界灵罗盘一般，可以指引楚风找到这阴阳之门内最为珍贵的宝藏。只不过这座大阵就像那虚空之上的阴阳阵法图一般，唯有楚风看得懂。楚风手持阵法一路前行，而楚氏天族众小辈则是静静地跟着楚风，在此期间一言不发。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了，哪怕并不能完全的相信楚风，可眼下却也只能选择相信楚风。而跟着楚风一路前行，他们穿越了重重山脉，最终进入了一个岩洞之中。这岩洞很是不同，岩洞上面不仅布满了闪烁着微光的石头，如同星辰一般散落岩洞四周。最重要的是，进入这岩洞之后，他们更是能够感受到一股极强的天地能量，并且随着他们的不断深入，那天地能量也是越来越浓。这种情况之下，人们那原本紧绷着的脸终于缓和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抹喜悦之色，并且那种喜悦是越来越浓。他们开始觉得楚风没有骗他们，至少此处就已经绝非寻常之地。楚风弟弟，是不是快到那宝藏所在之处了？兴奋之下，有人开口问道。快了，楚风点了点头。而楚风此话一出，人们则更加高兴了，甚至有人开始欢呼雀跃，发出狂喜的呐喊。不过相比于那些人的狂喜，楚灵溪这个小丫头表现的倒是相对平静。倒也并不是说她不高兴，即将得到宝藏，她自然高兴，只是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难以抑制自己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因为她与那些人不同。他从一开始就很相信楚风，觉得楚风不会骗他们，更不会独吞宝藏。但是相比于楚灵溪的信任，楚浩言和楚桓宇的脸色则是真的不好看了。楚风竟然真的找到了宝藏，并且没有抛弃他们，独吞宝藏的意思。这样一来，楚风在楚氏天族小辈心中的地位不仅不会下降，反会再度提升。而此事传出去后，可就不只是在场的小辈了，怕是整个楚氏天族内，许多人对楚风的好感都将倍增。这个废子回到楚氏天族，短短时间内就将得到楚氏天族这么多人的认可，这对于极为痛恨楚风的楚浩言与楚桓宇来说，自然不是好事。对于他们心中的猫腻，楚风可没有心思去理会。他眼下的目标很简单，尽快找到宝藏，然后得到宝藏。毕竟这9月神域开启的时间有限，而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完该做的一切，否则就将被困在此处，面临必死的局面。而经过一段有些漫长的赶路之后，楚风等人终于来到了这个岩洞的尽头。不，准确来说，这并非尽头，因为前方还有路可走。可是相比于先前那宽敞的岩洞，前方的道路就很狭窄，只能有1人可以通过。可是对于那条狭窄的岩洞，人们却是双眼放光，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期待，因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浓郁无比的天地能量，正是自那狭窄的岩洞之中传来的，并且身在此处所感受到的天地能量，已经达到了一种令人们兴奋到难以自控的地步。前方绝对是修炼圣地，根据阵法提示，前方便是宝藏所在之处。不过在那里，并非只有宝藏，还有着一定的危险。楚风驻足说道。危险？怎样的危险？人们问道。提示并不完整，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怎样的危险，唯有进去之后才能确定。楚风说道。可是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危险啊。众人目露狐疑之色，能够感受到的危险往往不是真正的危险，唯有感受不到的才是最致命的。你们若是不信我的话，可以随我一同进去，但若出事，我可不负责。楚风说道。楚风弟弟，我们怎么可能不信你？是啊，若不是你，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此处啊。楚风弟弟，你想多了。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立刻露出了虚伪的笑容。既然如此，那我便先进去了，大家等我消息。楚风说道。等一下，
楚风弟弟，我与你一同进去。可就在此刻，楚志渊却是忽然开口，并且补充道：你带我们来到此处，已是很不容易。我们是一个集体，有福既然要同享，有难便也该同当。我随你一起进去，真的有什么问题？你我也有个照应。楚志渊这番话说的可谓是大义凛然，有情有义。换做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言辞，可能已经感动得痛哭流涕。但是楚风却没有一丝波动，因为他知道这楚志渊不过是不放心自己，怕自己独吞宝物罢了。这个人可谓虚伪至极。好啊，那就一起吧。楚风说道。我也进去。就在此刻，楚若诗开口说道：我觉得楚志渊大哥说的很对，有福既然同享，那么有难自然也不能让楚风弟弟一人来抗。我也随你进去。我也进去。在楚若诗之后，竟然又有两人开口要随楚风一同进去。这两个人与楚风并没有过节，看他们的样子，好像还真是发自肺腑的想要与楚风有难同当。不过楚风依然觉得他们是放心不下自己罢了。至于楚浩言和楚环宇，这一次倒是没有掺和，想必他们是觉得有楚若诗跟着就足够了。当然，他们两个不进去，也有可能是因为害怕，毕竟进入其中发生什么事没人知晓。万一楚风对他们不利，他们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楚风弟弟，就让我与你一同进去吧，大家也有个照应。见楚风不言语，楚志渊再度说道：好啊，那便一起吧。楚风倒也没有拒绝。首先，楚风并不怕他们对自己玩什么手段，因为只要有女王大人在，他们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其次，他们已然这样说了，楚风若是还不带他们进去，那可就真有独吞宝藏的嫌疑了。楚风，我也去。就在此刻，楚灵溪也是开口：你就别去了，这么多人已经够了，进的人若是太多，等下真出什么乱子，我可顾不过来。楚风说道：那也不差我一个呀。楚灵溪态度很是坚定。见此情形，楚风只得来到楚灵溪身旁，凑到其耳边，以一种只有楚灵溪能听到的语气说道：我可没开玩笑，里面真的很危险，他们想送死，我可以不管，但是你就算了，待在外面等我的消息。听得此话，楚灵溪愣了一下，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道：那好吧，我们进去吧。见楚灵溪妥协，楚风转过身去，便第一个走入了那狭窄的岩洞之中。见状，楚若诗、楚志渊以及那两名男子也是紧随其后跟了进去。眼下楚风等5人依次在那狭窄的岩洞内行走着，不准确来说是6个人，因为楚风的身后还跟着女王大人。女王大人担心楚若诗等人对楚风出手，所以自从他出来后便一直没有回到界灵空间内，而是一直跟在楚风身后。楚风弟弟，我很好奇，你与灵溪妹妹说了什么，居然让她听了你的？要知道灵溪妹妹的性格，一般人可是很难说服她的。途中，楚志渊好奇地问道：很简单，真诚。楚风回头说道：他这句话是在讽刺楚志渊与楚若诗，因为他们两个对待楚风恰恰很不真诚。不过对于楚风的这个回答，楚志渊显然很不认可。楚风弟弟与灵溪的关系似乎很不简单啊。楚志渊笑了笑，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楚风也是淡淡一笑，随后便继续赶路。楚风表现得很是冷漠，看得出来他并不想与楚志渊有过多的交涉。而面对楚风这样的态度，楚志渊也是无可奈何。他的脸上依旧挂着勉强的笑容，只是眼中却闪过一抹冰冷，那冰冷的目光一闪而逝。可是女王大人却是忽然回过头来，看向了楚志渊。当女王大人看向他的那一刻，楚志渊顿时感觉自己好像落入了寒冷无比的冰窖之中，顿时汗毛竖起，不寒而栗。姑娘，为何如此看我？楚志渊苦笑着问道。然而女王大人只是轻哼一声，便将头转过去，连话都懒得与他讲。而听到楚志渊与女王大人讲话，楚风也是赶忙回头观望，生怕是楚志渊欺负了女王大人。但是看到楚志渊那一脸慌张，女王大人却是平静的模样后，楚风便知道就算是发生了什么，女王大人也定然没有吃亏。可哪怕如此，楚风还是暗中传音于女王大人：淡淡，怎么了？没事。不，有一件事需要问一下你。女王大人暗中回问道。我的女王大人，什么事？楚风问道。若是他们想置你于死地，本女王可否杀了他们？女王大人问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笑了笑，随后说了4个字：当然可以。那本女王懂了，行了，没事了，你专心带路吧。女王大人笑眯眯地说道，看她那高兴的样子，就像是她非常迫切的想要杀了楚志渊他们一样。看到女王大人这个样子，楚风脸上的笑意反而更浓了。女王大人就是这样，对于不喜欢的人，不想多说什么，而是更喜欢直接杀了对方。而女王大人之所以不喜欢楚志渊他们，其实正是因为楚风，毕竟以他们的行事风格来看，他们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多半将是楚风的敌人。这种敌人的确没有留着他们的必要。只是无论是楚志渊，还是楚若诗，或者是那没有跟进来的楚浩言以及楚环宇，他们在楚氏天族内都有一定的背景。楚风若真的杀了他们，那绝对是要惹大祸的。所以正常来说，哪怕他们做得过分，楚风也应当忍让，等到自己真的成长到了不惧任何人的时候，再找他们算账。所谓秋后算账，正是如此。可是楚风却偏偏不是那种人。楚风一般会忍，但也会有一个忍耐度。对于一心要杀自己的人，楚风若能此刻杀他，便绝对不会让他活到下一刻。所以对自己动杀念，并且真的对自己出手的人，楚风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这便是楚风的行事风格。这条狭窄的岩洞比楚风预想的要长，竟然足足走了2个时辰，楚风等人才穿过于它。而眼下楚风则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岩洞之内，这里乃是这岩洞的尽头。不知是何原因，当进入这里之后，那蓝焰沼气居然消失不见，因此楚风等人的视线也是变得豁然开朗。此处不仅很大，景色更是美轮美奂，但最为吸引眼球的却是不远处的泉眼以及岩洞深处的湖泊。岩洞很大，几乎无边无际，可是岩洞深处的湖泊也同样辽阔得很，巨浪翻腾，拍打石岸，
说它是湖可以，说它是海也同样不会过分。但最重要的是，那湖泊止水乃是沸腾着的，并且是红色，就像是火焰形成，一眼望去宛如岩浆一般。可是它所散发的热度却是比岩浆还要恐怖万倍不止。哪怕楚风等人距离那湖泊还有着很远的距离，但却也能够感受到一重重热浪正在不断逼近。那水之恐怖，莫说楚风，他是5仙强者落入其中，也是必死无疑，非常的危险。想必阵法内所提示的危险，便是那湖泊。但眼下那火红色的湖泊，却并非此处最引人瞩目的。最引人瞩目的，并非这巨大岩洞的深处，而就在楚风等人眼前，是那个泉眼。这个泉眼所在的池子很小，只能容纳100人。相比岩洞深处那无边无际的红色湖泊，简直渺小的可怜。可是这池子中心的泉眼所喷发出来的，绝非是清澈的水花，还有浓浓的天地能量，甚至其中还蕴藏着修武之道，是可以让人突破修为的修武之道。此处之大，并没有见到什么奇珍异宝，可是对于修武者来说，只要有这样一个泉眼就够了。对于修武者来说，修为就是一切，而能够提升修为的地方，便是最珍贵的宝藏。这个泉眼显然就是，真是想不到，在9月神域内竟然有这种奇点。此刻，一声惊呼传来，竟是楚若诗。这位楚氏天族的堂堂大小姐，竟然也有失控的时候。事实上，不仅是他，其实此刻就连楚风也很是惊讶。在楚风看来，这种泉眼对5仙境的强者可能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对天仙境的强者应该有着极大的效果，而对真仙境的修武者来说，那效果则是更大。此次怕是他们来到此处的人都有机会突破修为，若是领悟力强一点，突破的修为将绝不止1品那么简单。楚风甚至觉得他有可能会在短短几日时间内就突破到天仙境，这并非是妄想，而是真的有可能的。因为站在此处，那泉眼内喷发出的天地能量已是如此的浓郁，若是进入泉水之中，那天地能量必然更强。楚风弟弟，你真是厉害，竟然真的找到了如此珍贵的宝藏，这对我们这些小辈来说当真是无价呀。此刻楚之渊忽然开口，只是当他开口的那一刻，楚风竟然感觉到了一股极为浓郁的杀意。此刻楚风也是赶忙回过头看向了楚之渊，发现楚之渊果然是一脸怪笑的看着楚风。这种模样的楚之渊，想必楚氏天族的许多人都没有见过，太狰狞了，不仅是脸上，简直是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气息，阴暗的气息。此刻的楚之渊就像是撕掉了伪善的面具，终于展露出了真实的自己。不过楚风弟弟，你太优秀了，若是你一直留在族内，那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楚之渊对楚风说道。所以你想除掉我？楚风问道。既然你都知道了，又何必多此一问？楚之渊笑了笑，其实我想问，你想怎么除掉我？就凭你那5品真仙的修为？楚风讽刺的说道。可是对于楚风的讽刺，楚之渊却是面色不改，淡淡的说道：5品真仙，看来你这位修罗界灵师的感应力也不过如此啊。话罢，楚之渊衣袍摆动，发丝飞舞，这一刻他的气息已是毫不掩饰的释放而出。他的气息根本就不是5品真仙，而是8品真仙。看来你的身上有隐藏气息的至宝啊。只是8品真仙，你就想除掉我吗？此刻楚风很是平静，因为对于楚之渊隐藏修为，楚风一点也不惊讶，因为早有预料。同时楚风也一点也不惊慌，因为只是8品真仙的楚之渊不可能是女王大人的对手。但楚风也知道，楚之渊这种人一定另有底牌，否则他不可能在亲眼看到楚若诗惨败于女王大人后，还凭借8品真仙的修为站出来，并且还口口声声说要除掉楚风。眼下楚风在等待的便是楚之渊亮出自己的底牌。楚风，你记住我这句话，今日无论如何你都将死在此处。楚之渊对楚风说此话的时候，脸上写着4个字，信心满满。那我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你的手段了呢。楚风说道。成全了你。楚之渊此话说完，顿时风起云涌，雷霆奔腾。他是施展出了自伐玄功，在自伐玄功之下，他的额头之上也是出现了一个天字，天级雷纹一经出现，楚之渊的气息立刻从8品真仙提升到了9品真仙的地步，竟然也是天伐玄功，倒也不愧是天才之名。楚风心中暗道，尽管很不喜欢这楚之渊，但楚风却也不得不承认，楚之渊的确算得上是一位修武奇才。毕竟天伐玄功可是仅次于神伐玄功的功法，这天伐玄功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炼的，而只要能够顺利的修炼出天伐玄功，那也就等于获得了天才的称号。当提升修为之后，楚之渊手腕一转，他也是亮出了他的半成仙兵。毋庸置疑，他的半成仙兵也是品质极佳，只不过他的半成仙兵却是与寻常的半成仙兵不太一样。正常的半成仙兵多是刀刃等兵器，毕竟兵器可以发挥出最直接的攻势，可与武技结合，较为适合修武者。但是楚之渊手中的半成仙兵却是一个罐子，这个罐子看上去很是破旧，但却散发着极为强大的气息。当那罐子出现之后，楚风竟然隐隐间感觉到了一丝不安。正常的半成仙兵无论强弱，所散发的气息都是刚猛的仙力，可是楚之渊的说中所拖着的这个罐子所散发的气息却是恰恰相反，暗示一种与女王大人的气息有些相近的气息。准确来说，那是一种阴暗的力量，虽然也很强大，但是与正常的仙力却是有所不同。可无论怎样，当楚之渊亮出这件半成仙兵之后，他的战力都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只是这样，你怕是收拾不了我。楚风说道。尽管楚之渊的天伐玄功和半成仙兵让楚风有些意外，可是楚之渊此刻所展示的实力却也只是楚若诗的水平，这样的水平连女王大人的一击都承受不住，何谈收拾楚风？别急，这就让你知道我楚之渊为何在见识了你那界灵的实力后，还依旧会与你叫板。楚之渊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再度有所变化，
那是一种无比狠辣的目光，简直不是正常的人类所能散发而出的。很快的，楚之渊的眼眸竟然开始变化，他的眼睛化为了血红之色，不仅是眼眸，在他的身上也是涌现出了血红色的符咒。那符咒光芒闪烁，竟然穿透了衣衫，哪怕他穿着衣衫，却也能够清晰的看到他身上所散发出的血红色符咒。伴随着那血红色的符咒出现，楚之渊的身上竟然开始散发出血红色的气焰。此刻的楚之渊不仅双眼血红，气焰缠身，就连身躯都增大了10倍，如同一个小型巨人站在楚风的不远处。这样的楚之渊根本不再像是一个人类，更像是一个魔物。而最重要的是，此刻楚之渊的气息竟然再度增强，伴随着那血红色符咒的出现，楚之渊获得了逆战1品的战力。此刻的楚之渊已经超越了楚洛师，足足1品战力，可与女王大人相提并论。原来是这样，你居然修炼了魔功，如此魔功，你怕是滥杀了不少无辜之人吧？此刻楚风剑眉倒竖，眼中涌现出了深深的厌恶之感。身为界灵师，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楚之渊所散发的血红色气焰绝非是寻常的手段。楚风感受到了浓浓的血腥气味，甚至能够听到悲惨的哀嚎，那其中甚至居然还有儿童和婴儿的哭声。这楚之渊练就此等魔功，先不说自身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至少杀了千万无辜之人，才获得了这逆战1品的战力。这种人简直就是修武界的败类，人人得而诛之。你说的没错，练就这身血咒，我的却杀了不少人，可是那又如何？这个世界上的弱者本来就是强者的垫脚石，能死在我的手中，乃是他们的荣耀。楚之渊不以为然，就仿佛他所做的乃是极为正确之事。果然是败类，今日就算你不想除掉我，我楚风也要除掉你。楚风说道。哈哈，楚风，你看到此刻的我，难道还没醒悟吗？你真以为你那界灵能与我抗衡？楚之渊放声大笑，其中充斥着轻蔑之意。可是就在楚之渊此话落下之际，一道暗黑气焰便猛然间自女王大人的体内散发而出，只是瞬息之间就覆盖了这浩瀚的岩洞之中。当那暗黑气焰散发而出后，楚之渊以及楚洛师顿时神色大变，因为他们都发现，当女王大人那暗黑色的气焰出现之后，楚之渊所散发的血红色气焰竟然开始收缩。不仅收缩，原本气势磅礴的血红色气焰竟然不断的蠕动，那个样子就像是人类在颤抖一般。楚之渊滥杀无辜千万人所修炼的魔功，在遇到女王大人的修罗气焰之后，竟然展露出了恐慌。说吧，你想怎么死？女王大人对楚之渊说道。我想怎么死？你还真是能说大话呀！看来不展示一下我的实力，你是真的不晓得我的厉害。楚之渊说完此话，竟将手中的半成仙冰丢了出去。半成仙冰一脱手，便立刻释放出磅礴的血红色气焰。那血红色的气焰与楚之渊所散发的血红色气焰相互融合，竟然化作一只血红色的气焰巨兽。那气焰巨兽倒是与楚风的4项秘技有些相像，只不过这只气焰巨兽不仅巨大无比，更是长相狰狞，乃是一个是血魔物。当那气焰巨兽出现之后，那原本颤抖的血红色气焰竟然不再颤抖，大有与女王大人一争高下的气势。猛然间，一声怒吼传来，那庞大的气焰巨兽竟向女王大人扑杀而去。不过，变那强大的气焰巨兽，女王大人却只是轻哼一声，她站在原地动都未动。可是她所散发的暗黑色气焰，却早已经自4面8方向楚之渊那气焰巨兽发动了攻势。那气焰巨兽气势很强，可是，在女王大人那来自修罗灵界的暗黑气焰面前，仍是显得渺小。一番争斗下来，那气焰巨兽的气势很快便被女王大人的暗黑色气焰所压制，大有不敌之势。蛋蛋，你要小心，那楚之渊似乎还有底牌未出。可是，哪怕女王大人这一出手，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可是楚风却仍是眉头紧皱，忍不住暗中提醒起蛋蛋，因为楚风一直在观察楚之渊，他发现楚之渊那气焰巨兽明明已被压制，连他也是危在旦夕。可是楚之渊的脸上却只有不爽与不甘，却并没有惧怕之色，这让楚风意识到楚之渊一定还有手段，否则他不可能这般有恃无恐。就在这时，一声惨叫传来，刹那间磅礴的血红色气焰更是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四下喷发。楚之渊凭借半成仙冰所凝聚而出的气焰巨兽已被轰杀开来，眼下女王大人所释放的暗黑气焰如同来自地狱的千军万马，将楚之渊团团包围。可是哪怕如此，楚之渊却依旧是有恃无恐。楚风，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楚之渊对楚风问道。何话？楚风问道。我说，今日无论如何，你都将死在此处。楚之渊说道。狂妄，已是自身难保，竟然还敢说这种话，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本女王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来自修罗灵界的折磨手段，本女王要让你生不如死，求着我杀了你。女王大人被楚之渊的这番话给激怒了，她说话之间，那暗黑色气焰便化作一只指力爪，向楚之渊抓射而去。这不仅仅是要取楚之渊性命那么简单，女王大人是真的要让楚之渊付出代价。可是就在那无数只暗黑色的利爪即将抓住楚之渊的时候，这方天地的一切都仿佛静止了一般。女王大人以及她所释放的暗黑色气焰竟然瞬息停止，一动都不能动了。这感觉，这一刻楚风则是神色大变，他感觉到了尊者的气息，是那尊者的气息束缚住了女王大人。你是谁？惊慌之下，楚风将目光投向了楚洛师，但是楚风所看的人却并不是楚洛师，而是楚洛师身后的一个人。那个人乃是楚氏天族的一位小辈。之前楚风一直没有留意他，是因为他给楚风的感觉很是平常，根本不足为惧。可是现在，这个看似寻常的人却散发着尊者的气息，并且那绝非1品尊者那么简单，2品尊者，那是一位2品尊者。最重要的是，对方的气息竟然如此熟悉，给了楚风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只是楚风却又想不起来，并且一个小辈怎么可能具备尊者境的气息？
既然眼下具备了，那便只有一种可能，这个人另有身份，并且眼下那个人的目光都变了，那种目光根本不是一个小辈的目光，那是一种老辣、沉稳、运筹帷幄的目光。面对楚风的质问，那位并没有立刻说话，反而是拍起手来，并且一步一步走到了楚若诗的身前，正在向楚风靠近。楚风注意到，当这位释放出尊者的气息以及老辣的目光后，在场之中除了楚风和另一名一同跟进来的小辈外，楚若诗和楚之渊都是非常的平静。这也就说明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也难怪楚之渊会对楚风说这种话。原来他的底牌是一个尊者境的强者，你到底是谁？楚风再度问道。面对楚风的再度发问，那位依旧没有回答，而是继续拍着手，与此同时用那老辣的目光看着楚风，那种目光让楚风非常的不舒服，毕竟对方是2品尊者呀。面对这种人物，楚风随时都可能死去。此刻楚风只感觉自己的生死都掌握在对方手中，心中自然不爽。楚风啊，楚风，哪怕老夫再不喜欢你，但我却也不得不承认，你的确是继承了你爷爷与你父亲那妖孽级的天赋，所以真是留你不得呀。终于那位开口了，他这一开口根本不再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而是一个苍老无比的老者声音。这个声音楚风听过，原来是你。此刻楚风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眼前的尊者他到底是谁。楚风眼前这个散发着尊者气息的小辈只是一个躯壳，此人真实的身份乃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楚浩言的爷爷楚普泽。虽然与楚浩言的爷爷楚风只见过一面，但是这个声音楚风却记得非常清楚。呵呵，知道又何妨呢？反正你今日都是要一死，索性老夫便让你多知道一些事情。当年你与父亲被驱逐出楚氏天族，被关押到祖武下界，其实老夫出了不少力，若不是老夫我私下给了那些人好处，当日他们也不会那般羞辱于你。若不是那些人羞辱于你，你父亲便也不会大开杀戒，而若不是你父亲他大开杀戒，自然也就不会招惹到星域主界的人。若不是招惹到了星域主界的人，族长也不会严惩你父子2人。总而言之，若不是老夫当年所使用了一些手段，哪怕你当时不具备修武的能力，可是以你父亲的地位，你也依旧可以舒舒服服的在楚氏天族做楚氏天族的少爷。楚浩言的爷爷对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剑眉倒竖，心中的怒意更是如喷发的火山一般滚滚翻腾。搞了半天，当年楚风与他父亲被驱赶出楚氏天族，乃是拜他所赐。怒火奔腾之下，楚风手掌一翻，一把血色长剑便出现在了手中，那是邪神剑。这邪神剑乃是楚风最后的底牌，也是最强的底牌，除非逼不得已，楚风根本不会使用。而眼下的情况已经绝非逼不得已这么简单了。先不说面对楚浩言的爷爷这种楚氏天族太上长老级别的存在，楚风已经没得选择。就算有的选择，当得知楚浩言的爷爷所做的事情之后，楚风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现在楚风只想杀了他，为其父，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怎么了？生气了？想杀我？看来这就是你的那件魔兵。楚浩言的爷爷看着楚风手中的邪神剑，笑眯眯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动，这邪神剑楚风在大千上界已经不是第一次拿出来了，根本就没人晓得这些神剑的力量。大多数人看到这些神剑，投来的都是鄙视与不解的目光，但是楚浩言的爷爷却不同，这说明楚浩言的爷爷是很了解楚风的，至少了解楚风之前在凡界的一些事，也知道楚风有着一把魔兵，对方乃是有备而来。既然你知道，那便做好受死的准备吧。楚风咬牙切齿地说道，将自己对楚浩言爷爷的恨意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哈哈，楚风啊，楚风，就算你有此魔兵，也不该有如此底气。你当真以为老夫与那楚般若是同等货色吗？凭借这样一把破剑，你就想收拾老夫？楚浩言的爷爷哪怕明知道楚风手中的邪神剑并不简单，可是他依旧没有把楚风放在眼中，可见他对自己的实力可谓非常的自信。我知道你与楚般若实力相差极大，但是哪怕如此，我楚风也要杀了你。楚风说话间便握紧手中的邪神剑，且向邪神剑内灌输了自己的力量，以是准备动用邪神剑的力量来与楚浩言的爷爷进行生死对决。等一下！可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而当那声音响起的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那是一位手持拐杖、身体极为憔悴的老者，可是他所散发的气息却极为的强大，竟与楚浩言的爷爷不相上下。而此人楚风认识，他乃是负责守护9月神域的悠远大人。只不过楚风注意到，此刻的悠远大人有些不同。他虽然散发着2品尊者的气息，并且看上去依旧如此的苍老和憔悴，可是他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小辈。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他的身上缠绕着一件特殊的衣服，那衣服上面符咒闪烁，就仿佛与他融为一体。是那件衣服改变了他的气息。楚风，放下你手中的剑吧。悠远大人对楚风说道。楚风此刻杀意已决，并且已经动用了邪神剑的力量。可是不知为何，当悠远大人出现后，楚风就像是找到了靠山一般，当真有一种无需自己出手的念头。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却并未立刻停止催动邪神剑，因为楚风并不知道这悠远大人究竟是敌是友。你在楚氏天族之内，应当有楚氏天族之人护你周全。放心，老夫在此，无人可以伤你。悠远大人再度说道。悠远大人此话一出，楚风顿时心中一动，他竟在悠远大人的目光中感受到了熟悉的目光，那是一种楚轩正法给过楚风的目光。有劳前辈了，望前辈还我公道。楚风说道。放心，老夫一定还你公道。悠远大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终于收回了催动邪神剑的力量，而因为先前催动的力量不强，楚风倒也不会受到邪神剑的反噬。可是哪怕如此，
他还是将邪神剑握在手中。眼下的形势太危险了，楚风必须小心提防。混账东西，本女王要杀了你！而就在此刻，一声怒喝响起，是女王大人。当幽远大人出现之后，楚浩言爷爷的威压被克制，先前被束缚的女王大人终于得以恢复自由。而当女王大人恢复自由之后，便立刻催动着那磅礴的暗黑色气焰，便向楚浩言的爷爷发动了攻势。哼，不自量力，真是找死！然而，只见楚浩言的爷爷轻哼一声，无形的威压便翻江倒海一般向女王大人压迫而去。女王大人那暗黑色气焰，在这位二品尊者的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瞬息便被轰散开来，并且那磅礴的威压，这一次也是危及到了女王大人的性命。只不过，就在楚浩言爷爷的威压即将触碰到女王大人的那一刻，却忽然停止了。是幽远大人，幽远大人释放了自己的威压，挡下了楚浩言爷爷的威压。与此同时，他更是释放出柔和的力量，将女王大人强行推送到了楚风的身旁。下一刻，只见幽远大人手臂一扬，一股强大的武力便汇集而成一道防御罩，将楚风以及女王大人同时护在了当中。在楚风看来，那防御罩非常的厉害，哪怕是楚浩言爷爷的威压也无法破开那防御罩。若想伤他们，怕是必须施展更强的手段才行。这位姑娘，回到楚风的身体里，接下来的事情，老夫会替你解决，你所受的委屈，老夫也会替你讨回来。幽远大人说道。可是哪怕幽远大人已是这般说话，可是女王大人却依旧一脸的愤怒，满眼杀意的看着楚浩言的爷爷。看得出来，先前即将杀掉楚之渊的蛋蛋，忽然被楚浩言的爷爷束缚，这引起了蛋蛋的强烈不满。蛋蛋，你若心中不平，我便替你杀了他。楚风握着邪神剑说道。你傻呀，有人为咱们撑腰，你又何必冒险动用那把剑呢？楚风这样一说，女王大人则是赶忙开口相劝道，老实的站在那里看热闹吧，只要那个老头顶得住，你就千万别用邪神剑，听到没？好吧，听我家蛋蛋的话。楚风暗中说道。少贫嘴，本女王累了，先回去休息了。女王大人瞥了楚风一眼，随后便通过界灵道门回到了界灵空间之内。女王大人的怒火并未平息，可是她还是乖乖的回到了楚风身体内的界灵空间之中。之所以如此，只因女王大人不想楚风冒险。楚风知道这一切，所以心中也是非常的感动，同时对楚浩言的杀意也是更浓了几分。楚风下定决心，日后一定要亲手杀了楚浩言的爷爷，这不仅仅是为他父亲和他自己讨回公道，他也要为女王大人讨回公道。这个仇无论如何他都要亲手来报。楚普泽，你可真是禽兽不如，为了进入此处对付楚风，竟然以我族小辈的性命为代价，你这样的人不配做我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幽远大人对楚浩言的爷爷说这话的时候，连身体都在颤抖，看得出来眼下的他非常非常的愤怒。而当幽远大人此话一出后，楚风也终于是知道为何楚浩言的爷爷能够来到此处了。搞了半天，他是杀害了那个小辈，借用了那个小辈的躯壳之中手段属于邪门歪道，而被借用躯壳的人死的时候往往是很惨。如此残忍的手段用在同族小辈手中，楚浩言的爷爷当真心狠手辣，也难怪幽远大人如此的愤怒。幽远啊幽远，我对楚汉仙以及楚风父子的恨你是清楚的，别说杀一个小辈，只要能够除掉这楚风，就算杀进族内小辈我也愿意啊。不过我真是想不到你竟然掌握着可以直接进入小辈修炼的地方，看来九月神域你并没有白看守，其实是怪你了。你掌握了这种手段，为何不向族内告知？若是我也掌握这种手段，那我也就不必借用这个小鬼的躯壳了，他也就不用死了，不是？楚浩言的爷爷说这话的时候，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心，反而就像是理所当然一样，并且他这话还是以玩笑的口气说出来的。听的这番话之后，楚风能够感受到幽远大人的怒意越来越浓，不仅仅是怒意，还有磅礴的杀意。幽远大人已经对楚浩言的爷爷动了杀念。枪！就在此刻，幽远大人那握着拐杖的手掌猛然握紧，下一刻，那看似如同普通木棍一般的拐杖不仅光芒闪烁，更是释放出极为强大的力量。仙兵，那是一件真正的仙兵，并且品质也是非常的高，可以说得上是仙兵之中的上品佳作。你当死，但老夫不会杀你，老夫会把你带到楚氏天族的刑罚台，当着全族族人的面审判你。幽远大人咬牙切齿地说道。可幽远啊幽远，你本不该来掺和这件事的，可是你既然来了，那我便没有办法了，只能将你一并除掉了。楚浩言的爷爷在其说话之间，掌心自乾坤带划过，下一刻他的手中便出现了一把长达10米的大刀，那同样是一件仙兵。